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Olive。大家这一周都好吗？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进入大学工作，最大的原因就是想念研究所这件事情。那我身边就是也有蛮多的人就在学校工作，同时又念研究所，所以这段期间就是也工作了，但同时也拿到学历了，所以就决定就是要到大学工作。我自己统整了一些优势还有好处啦，看看大家有没有符合像这样子的状态，又或者是你对这个职务也非常有兴趣，然后你正在考虑转职。今天的影片所谈论的其实都是行政职员的部分，行政职员跟教授的体制其实也还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搞混。第一个当然就是，如果你是为了进修或者念研究所了才来到大学的话，有在职专班之外，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单位叫做进修推广部。你下了班之后，你可能就可以走路到进修推广部，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小的时间，你就可以买一些简单的东西，一些果腹。每个学校都会有，那它如同坊间的补习班一样，里面罗列的语言啊、电脑程式啊，甚至运动包罗万象。因为是针对学生，费用上面都会亲民一些。第二个呢，它是有寒暑假的，那不是说放假真的很好，而是有些工作上面的形态是适合不一样的人的。大学工作的模式有3到5个月的冲刺期，就是会很密集的工作。那一旦冲刺期结束之后呢，会进入短暂的休息，接下来又再进入到3到5个月的冲刺。在学校工作的常态大概就会是像这样子的模式。那不像一般企业，可能1到12个月都是非常密集的冲刺，可能也不像半导体业或者是电子科技业会有淡旺季之分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也是非常适合像这样子的工作模式的话，那我真的也推荐给你可以到学校工作试试看。再来，为什么街坊邻居啊，或者是长辈们也都会说啊，你在学校工作，你是公务员哦？其实不尽然是这样。首先，大家对公务员的定义上面就会有落差了。妈妈们啊，或者街坊邻居对于公务员的定义就是准时上下班嘛，朝9晚5，生活也单纯，固定每年会调薪，所以大家就会定义像这样子的模组就是公务员。对。跟我的需求不同，所以我对于公务员这件事情并没有非常的期待。再来就是一些基本文书能力啊，就是 Windows、Office 那些你自己都也必须要非常熟悉。工作的期间内，你可能也都是会要用到 PowerPoint、Excel 的这些等等，甚至你会要担任系统管理员这样子的角色来服务学生。如果你也是非常愿意面对人群学生哦，你也非常可以长期待在办公桌前面对电脑，然后用电脑各种软件，然后和人沟通，然后接电话，像这样子的状态的工作模式是你觉得你 OK 的，那也非常适合在学校工作。就是我当时工作的学校的状态是这样子，通常一个系所里面基本成员会有3位，1位的正式职员搭配2位约聘人员，所以当时我也是约聘人员的身份。约聘人员呢会来自于一个是招部的之间的计划案，有可能会什么顶尖大学啊，或者是教学作业计划，这是当时我们很流行的2大计划案，里面有超多的约聘人员的。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系所里面师长们的科技部的研究案的约聘人员。第3种约聘人员呢，就会是学校体制底下的约聘人员。大概的工作的模组的状态会是这样，让大家可以有一些初步上面的了解。那最后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模拟的条件跟近距离恋爱里面的故事剧情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大学不是只有大学生啊，大学生之后就是研究生嘛，那研究生之后就会是博士生，然后博士生之后就是博士后。你这么会投资，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吧？当然，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源源不绝的小鲜肉要进去大学工作的话，我也是不反对啦。那既然讲了这么多优势，为什么又要离职呢？我自己当时的状况是这样，我离开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同时间考上了原本我任职的那一间学校，那另外一边又考上了台师大的研究所，加上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我比较爱冒险，然后也勇于尝试新鲜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也决定到台北生活念书了。这样子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如果你对于想要跟学校方面有一些业务上面的往来的话，建议你提早1个学期做准备。学校的工作流程通常会是
当个学期的学期中就会开始准备下一个学期的学习活动。比方说现在是10月好了，大概10月、11月这期间呢，就已经会开始准备明年2到6月的学习活动了。所以如果有想要做业务推广的人朋友们，这学期不太可能了，那都会是安排明年的事情了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希望我有解惑大家对于大学工作，就是公务员的满满的疑惑。希望我替大家解答到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，又或者是有一些还没有理清楚的地方的，都可以私讯我，或者是留言给我，好吗？我都会看。谢谢你们，那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